伊娃的科技生活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伊娃的科技生活。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是什么呢？小米八青春版、青春版、青春版，还有小米八屏下指纹版。哇，感觉拿着这一摞出门走路都是横着走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批青春版本，看看它们青春在哪。首先是青春在配色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次除了常规的深空灰，它还有两个渐变色。这两个渐变，一个是暮光金，一个是梦幻蓝。小米介绍说它的灵感来源于印象派大师莫奈的创作理念。技术上是采用真空纳米磁控渐度工艺，配合了结构色的原理。所谓的结构色呢，就是光在物体表面的细微结构中散射、干涉、吸收或衍射作用而产生的颜色。常见的例子，比如一些彩蝶的翅膀，看起来色彩缤纷的蝴蝶翅膀，上面的鳞片其实本身是没什么颜色的。小米八青春版呢，后盖表面其实跟这个原理类似，使用真空磁控渐度生成的多层纳米镀膜，本身颜色是很淡的，但是当光线照射到后盖上，你就会看到流光溢彩的光芒。相比于小米八探索版、小米八标准版，这两款的颜色非常的流光溢彩，也非常的跳跃，所以呢，对于年轻用户来讲，可能吸引力会比较大。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渐变色感觉怎么样呢？这是它第一个特点。那么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前置自拍上，这次依然是2400万前置摄像头，基本上配比也算是非常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自拍效果怎么样。小米八青春版前置2400万像素的 IMX576，后置了 IMX363和小米八系列其他产品相同。常规的1到5级的美颜，哇，瘦脸磨皮大眼的效果非常明显。然后还有像加上美型，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颧骨下巴，然后瘦下巴，还有瘦脸，然后大眼睛等等，这个就比较难对了。这次新增加的呢是美妆的拍摄，美妆的拍摄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可以给你进行相对应的细节的调整，比如说染眉毛啦，然后做腮红啦，然后果冻唇啊，很多男性朋友不知道果冻唇是什么，就是其实在你的唇色上。还有你的唇形上来做一些修饰，让你的唇形看得更好看。我们还记得之前小米八提出的是整形级别的美颜，微整形级别的美颜，然后这一次希望打造的是裸妆级别的美颜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没有化妆素颜的状态下，能够给你来进行气色的调整啊、唇线啊，然后眉线啊，以及眼线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上，其实我个人感觉是并不太明显的，也可能是我现在上了妆的状态。如果呢拍一个卸妆后不上妆的状态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我觉得这些男性工程师们是不是对裸妆有什么误解？裸妆并不意味着不化妆，而是化出来之后让你觉得我好像没有化妆，好像我的皮肤本来就很好。除了美颜、美型和美妆呢，它还有人像的模式。当然，人像的模式达到的是背景虚化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大家依然也可以有常规的滤镜选择。其实增添一点滤镜，对我们平常拍照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小的乐趣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是喜欢录制一些小视频、小 video 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，然后秒拍啊等等。那这个呢，在视频的时候也是可以给大家来做美颜的。当然，你提前可以调整好，比如说。我把美颜现在是没有1级的状态，然后调到5级，皮肤是不是看得更好了？接下来我就会开始拍照片了。以前呢是照片不可信啊，现在连视频也不可信了呢。比如我现在录制的就是开了美颜之后的视频录制，你们感觉效果怎么样？第三个特点是，它也是首个支持王者荣耀 Wacom 版的骁龙60手机。作为 OpenGL ES API 接口的后继者呢 ，Wacom 大幅降低了 CPU 在分析游戏的硬件需求时所执行的后台工作。Wacom 版的王者荣耀相对于 OpenGL ES 版本，可充分发挥硬件多核多线程的渲染能力。那 CPU 负载有所降低，从而有更多的空间来提升游戏场景和人物的光影效果，尤其是在华丽特效频出的画面帧数会更稳定。除了以上3大特点，那么这次采用的系统呢，依旧也是MIUI，那也支持小爱同学。
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叫做漂流瓶。漂流瓶是我们在 QQ 那个年代里面会经常玩的，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还在玩 QQ 玩漂流瓶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漂流瓶，小爱正帮你捞瓶子。这个界面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很熟悉？捞瓶子，哇，这是捞了一个谁的瓶子？合适吗？你好，我也好。你好，我也好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！算了，不要回复了，扔回海里吧。希望下一个有缘人可以捡到它。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扔到海里的时候没有砰的水花声呢？应该再加上一点点音效，效果会更好。自己也可以扔瓶子，然后也可以捞瓶子。这个功能可能对于一些比较注重这种社交的虚拟社交的朋友来讲，还是蛮好玩的一个功能。闲得无聊的时候，扔个瓶子，捞个瓶子，还是蛮有趣的。除此之外，小米8青春版呢，在MIUI 10开发版中支持了 SOS 紧急求助。那在紧急情况下，连续按5次电源键，系统就会发送设置好的求助信息到紧急联系人，也可以跟踪手机位置。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。简单给大家开箱上手一下啊，然后呢，更多的配置大家看字幕就好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其实这2款手机带给我的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外观配色上，这个颜色在光泽下面照耀真的还是蛮好看的，而且整个的手感也不错。现在这个屏幕尺寸大小也可以满足大家平常观影或者游戏的需求。那么青春版的手机呢，咱们就简单看到这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屏下指纹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哇，这个木光金的颜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小米8的屏幕指纹版呢，它是有2个配色，透明版依旧是透明的玻璃机身，之前大家都看过了。那全新的木光金版本呢，使用的是镜面渐变色的工艺。从配置上来看，和标准版小米8相同的是，小米8屏幕指纹版同样使用了骁龙845旗舰处理器，支持双频的 GPS， 内置了多功能 NFC 等等。差别在于额头部分，额头部分没有了结构光，而是采用了独立红外的相机来支持面部识别，支持 QC4 加快充技术。在充电的时候呢，温度更低，效率更高。这2个颜色虽然都叫木光金色，但其实是有不同的。比如屏下指纹版本呢，它是底部更泛金一点，然后上面的颜色会稍微淡一些，有一点点偏向紫色的感觉。但是这边小米8青春版的这个木光金呢，底部也是金色起底儿，但它的颜色会稍微偏重一些，尤其是上半部分，它的红色会更浓郁一些。这2款颜色相比来下，我觉得屏下指纹版本的这个混合色彩会显得更高级一些。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款？除了外观上、颜色上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呢，其实屏下指纹版本在配置上大体配置都跟标准版是相类似的，只不过跟标准版和探索版相比呢，有一个少的，有一个多了的。比标准版多了个屏下指纹，比探索版则少了3D 结构光。那么一边是青春版系列，一边是屏下指纹版本啊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开箱上手，先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，它们的特点是什么。其实，在发布会开始之前呢，小米官方就透露了一张照片，是雷军带着他的创始人、合伙人团队去到了学校，然后配了一个青春无敌。这个产品是不是青春无敌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下定论，但是它的目标人群的确是那些青春的学生们。如果说这些同学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一款还不错的产品，那么你们会不会选择小米8青春版呢？亦或者说再加价去买一个小米8屏下指纹版本？而购买建议来说，其实整个的性价比都算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如果是你没有那么高的配置要求，只是希望有一款拿出去还算不错、还算漂亮的手机，那我觉得其实它是值得推荐的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产品是怎么看的呢？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新浪微博@EVA的科技生活留言告诉我哦，也期待能够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们下期的科技生活里继续带你看遍科技好物。